你曾经被踢出群组过吗？哎呀，那种痛啊！一点开 WhatsApp 或 Line， 发现群组少了一个，瞬间觉得自己被世界放逐了。那我再问，你有没有被临时拉进一个你完全不熟的群组？哇，里面一堆不认识的叔叔阿姨，狂丢早安图，还问你，小朋友，你是哪家的？罗马书11章11到24节就像一场群组大风吹。以色列人跌倒了吗？不，他们的失败竟然打开了外邦人进群的大门。然后神开始操作一场橄榄树接枝秀，故事比8点档还刺激。保罗开场就问，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。换句话说，以色列的失败不是神的终极目的，他们的跌倒竟然变成外邦人的祝福。就好像班上第1名突然没交作业，老师说好，这次让其他人有机会，全班同学心里暗爽，哈，这次轮到我上榜了。保罗说，这是一种嫉妒战术，神借着外邦人得救，刺激以色列人回头羡慕，最后也回到神的恩典里。就像有个小孩不吃青菜，妈妈不劝他，直接转身大口吃起来，还说好香啊。结果那小孩立刻喊，妈，我也要吃。保罗开始用一个农夫级比喻橄榄树，他说，树根是圣的，枝子也就圣。树根是谁？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神起初的应许。有些枝子，以色列人因不信被折下，外邦人却被接上去，一同得着树根的肥枝。这时候保罗很严肃提醒外邦人，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，翻译就是别以为自己是 VIP， 你能站在这里是靠树根，不是靠你自己。就像有人突然进入一个名流俱乐部，结果他一副老子最屌的样子，结果旁边的人提醒他，兄弟，你是被拉进来的，不是你本来就在里面。外邦人可能心里 OS， 他们被折下，我才能接上啊。保罗立刻回呛，他们因为不信，所以被折下，你因信才站立得住，所以不可自高，总要惧怕。讲白了，以色列被剪掉，不是因为你比较强，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你站得住，不是因为你很厉害，而是信心。保罗还补一刀，神既然不顾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顾惜你。哇，这句话就像一桶冷水倒下来，意思就是别以为自己稳到不行，神要捡你也是分分钟的事。所以保罗下结论，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跌倒的人是严厉的，像你是有恩慈的，只要你长久的在他的恩慈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这画面太生动了，就像游乐园里的工作人员说，先生，请把安全带扣好，不然随时会被请下车。故事最后，保罗丢下一个希望的转折，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，仍要被接上，因为神能把他们重新接上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永久封锁，是暂时性移除。只要他们回头，神完全有能力再把他们接回去。保罗甚至补充说，你这野橄榄接在好橄榄上是逆天操作，何况这些本树的枝子，岂不更容易接回本树上吗？翻译成口语就是，各位，外邦人能接上去已经是奇迹，那真正的原厂枝子要回来还不简单吗？
罗马书11章11到24节给我们一个又严肃又搞笑的提醒：一、神的救恩是动态的，有惊险的跌倒，也有奇迹的接枝。二、外邦人不该骄傲，而要谦卑感恩，因为我们本来是野生的。三、神的恩典很大，他的计划仍然给以色列人留有回头的希望。这不是一个被踢出群组就没救的故事，而是随时可以回来的神迹。